哇，马哥，今天聊这个课题跟我们两位呢是息息相关啊。哎，没错，新加坡男性第2大常见的癌症呢就是前列腺癌啦。哎，我记得10年前是排名第3的，怎么突然间变第2啊？哇，这个我也不懂，我有很多的这个疑问啊，所以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好好谈这个前列腺癌。房事频密是否会增加患上前列腺癌的风险呢？那如果说有前列腺癌，是不是一定要做切除手术呢？又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呢？那如何提早发现？中医治疗有哪一些优势？是，请跟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来，李腾量个腰。哎，等一下，为什么要量腰围啊？哦，没有，我是听人家讲，腰越粗哦，就是患上前列腺癌的风险就越高。你不要吓我哎，我最近腰是有变粗啊。啊，哎，不过的确啊，有些男人哦，连前列腺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不会吧？一个男人对前列腺一无所知，怎么可能？所以，我们今天邀请的艺人朋友们对前列腺是非常了解啊。哎，马上欢迎艺人嘉宾姚文龙、苏志成，还有我们的泌尿外科高级顾问林诗杰医生，欢迎林医生，欢迎，来，雄赳赳气昂昂的一集哈。来，各位请坐。问一下两位哈，你们对这个前列腺呢，到底了解多少？前列腺应该是在我们男人的下半部，准确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小便的地方跟肛门的地方的中间。哎，那文大哥，那你知道前列腺有什么样的功能吗？是功能倒不知道哦，前列腺。那没关系，问一下专家在这边。对，来，林医生。所以林医生，到底这个前列腺有什么用途啊？是。OK，前列腺其实是看不到也摸不到的，它是在我们的盆腔的深处，膀胱之下环绕着那个尿道，尿就由膀胱经过前列腺由阴茎排出。哦，它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分泌前列腺液，提供精子所需要的养分，还有环境，可以让它如果去到女性体内的时候，能够力争上游，与那个受精卵结合，提高怀孕的几率。哦 ，OK，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高潮时，OK， 那个前列腺的肌肉会收缩，是那时候有助于射精，同时也把那个泌尿道的出口把它关闭起来，这使得这个精子不会倒流进膀胱，也不会和尿液混合。OK， 了解，所以那个很重要哈，就是如果一个病患他有前列腺癌，会不会有点隐隐作痛的感觉？其实多数早期的前列腺癌是没有症状的，也不会有任何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哎，那如果是夜尿多啊、频尿啊，是不是跟前列腺也有关系？对，这一例就是前列腺，是这个是膀胱，对，尿就经由膀胱经过前列腺，对，这样排出来，对，所以可想而知，如果是前列腺肿大的话，它会直接按住那个尿道，这时候小便就会慢。前列腺癌当然有可能会导致小便的症状，是。不过多数的前列腺癌是在前列腺的周围产生的，所以如果要压到这个尿道的话，通常它要有一定的体积。哦。相反的，良性的前列腺增生是那个前列腺肿大的部位是在尿道的周围。对。如果是说开始有良性增生的话，就比较早会有小便的症状。OK。那后期呢？后期症状呢，就分成2组了。第一组就是周围性的症状，如果是周围性的症状的话，就像我们刚才提过的，就是小便的这些症状啦，是差不多小便很慢啊、频尿啊之类的。另外一组症状就是因为癌症转移到其他的器官而导致的症状。如果癌症扩散到骨头的话，骨头就会变得脆弱，容易骨折。如果那个前列腺癌扩散到脊椎，如果扩散到脊椎，它压到神经线的话，对，那可以导致大便啊、小便不顺、更多问题失禁甚至可以影响到你的脚变成没有力，无法行走。这些是非常后期哇！如果病情这么严重的话，就少不了要住医院啊，对，那医药费啊、吃药啊、手术之类的嘛。没错，所以你看现在呢，我们都常提倡就是有病就要治疗嘛，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这个医疗保险，没错，可以保障自己跟家人，哈，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应该要怎么防呢？怎么预防哈？那就要筛查了，我们叫 screening。对。以前列腺癌来说的话，通常我们是查血液中的前列腺特异抗原，我们英文叫做 PSA。哦，抽血。对，抽血。对，PSA 其实是前列腺生产的一个蛋白质之一。OK， 可以在男性的血液找到。
所以就通过抽血就可以验到前列腺的指标了。 OK， 精准度如何？通常如果是 PSA 在4到10之间的话，它有前列腺癌的几率是差不多38%。OK， 就是说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导致这个 PSA 上升。最常见的就是前列腺增生啦，是，当然前列腺发炎也有可能导致 PSA 上升。所以 PSA 超标不一定是代表肯定是前列腺癌。如果做 PSA 有问题的话，那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一般来说有2个方式啦，第一个就是直接做细胞活体检验 ，OK， 另外一个方法呢，可以先做MRI， 我们叫磁电共振扫描，看看有什么核磁共振，对，核磁共振。OK， 你刚刚说那什么活体检验是怎么做的啊？我今天有带了一样东西来示范给大家看，好长哦，好长一根哦，你不要跟我讲这根是，这个是用来拿细胞来。然后是从哪一个部位进去？有2个部位，一个是直肠，第2个是从你的会阴。我们就请这个医生来示范一下。这个就是 MRI 的影像 OK， 你看到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我们叫 L1 的地方，这个就是那个不正常的部位。OK， 现在你有看到2个颜色，这粉红色的就是那个 MRI 的影像。是 OK， 这个青色的呢，就是我们在那个病人麻醉以后用那个超音波得到的影像。OK， 我们把2个影像结合在一起。这2个白点就是我们事先已经断定这2个地方是不正常的，有可能有前列腺癌的部位。OK， 这个是2D 的，你看到这个粉红色就是不正常的部位。是 OK， 我们就由机器帮我们定位，你就看到我们要验的地方。是，哇，所以要扎很多针哦。对，所以这么多，这个就是那个机器叫我们验的地方。那如何进行这个活体组织的检测嘞？OK， 那我就示范一下。是 OK， 所以病人会全身麻醉了。是，这个部位就是我们放进病人的肛门，这个是超音波，可以让我们以实际的时间知道那个位置在哪里。好，机器已经帮我们定位了，这一支针由这个部位放进去。OK， 然后拿细胞。OK， 拿了那个机器就会去到下一个位置。医生，我听说直肠指检也可以是吧？可以检查看看你有没有前列腺癌了。通常医生会用他的食指进入你的直肠，摸那个前列腺。正常的前列腺的触感像是橡皮胶的触感一样。不过如果有前列腺癌的话，你可能会摸到像石头般的硬块。OK， 所以那时候你就可以断定病人是否有没有前列腺癌了。前列腺癌。不过这指检也不是100%准确的，因为你用指检的时候，你其实只能摸到前列腺的后方，那个靠近肛门的地方。如果在前列腺的侧边或者前面的话，其实你的手指是摸不到。第2个就是有些前列腺癌是完全没有硬块的，所以你可能也摸不到。所以一般来说的话，指检的准确性也只有38%啦。明白。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传下去，轻松一下哈。没错，因为广告之后还有中医师加入讨论，我们稍后见。稍后见。欢迎李广军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欢迎。好，那欢迎李医师哦。这个前列腺癌呢，以你的角度来说是怎么看待的？肿瘤一类的疾病呢，其实在中医看来原因都类似，一个呢就是邪气盛，那这个邪气呢，它可能包括的就是淤血啦、痰湿呢、热毒这些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正气虚。那对于前列腺癌的这个患者呢，他的虚主要表现为肝肾的不足。那其实中医呢没办法很准确的诊断那个癌症，这个要依靠西医的手段来做的检验。对，但是呢，对于一些邪气的存在呢，那在非常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观察，能够了解到它在什么地方。那比如说这个人有淤血的话，他的气血循环不顺畅，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舌头可能会偏暗。对，舌头上有的人会有一些瘀斑。对，那如果说看他的舌下静脉的话，他的静脉会比较容易曲张，就是变得比较粗、比较长。OK， 那当然这个前列腺癌我们就会聊到风险因素哈，那到底有哪一些呢？其实前列腺癌有几个风险因素了。第一，可以算是家族史。如果是说你的父亲、你的兄弟有前列腺癌的话，那你有前列腺癌的几率可能高出1倍。OK。第2个风险因素就是饮食了，跟吃有关系。
有研究显示，假设说你常常摄取高动物脂肪啊、高饱和脂肪或者油炸的食物，对，那你患有前列腺癌的几率可能会比较高。OK。相反的，假设说你的饮食主要是植物类啊，像谷粮啊、坚果啊、鱼类之类的话，那你的前列腺癌的几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其实有研究是显示，如果是说你每天吃10份以上的西红柿，我们俗称番茄啊，不过这个番茄一定要是煮过还是加工后的，那些生吃的番茄没有太大的用处了。OK 对那你患有前列腺癌的几率可能会降低18%。也有其他的研究是显示，如果你的腰围超过102 cm， 也是大约是40寸的话，哇，40寸，那你有前列腺癌的几率也可能会上升。对。那想请问一下这个钟医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印象很深刻的这个病患有吗 ？OK， 最近呢碰到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案例。哎呦，说这个人呢差不多有60出，他是手术后来找你？手术后啊，手术后4个月，他也做了电疗。OK 当时他来的时候，他的主要的不舒服就是漏尿。漏尿就是他平躺的时候还好，只要他站起来就会小便会漏出来。他是因为手术才会漏尿吗？之前是没有，因为会很影响生活，所以他做工的时候就要穿着一个纸尿裤。对，如果天气太热的话，他不舒服就要他用一个夹子夹着他的阴茎。对，一段时间以后就去卫生间把那个小便放掉了。对，那他是找你做调理是不是？是我帮他针灸，希望通过针灸呢，可以帮他摆脱他的这个纸尿裤这个问题。成效 OK 吗？还好了，目前漏尿的量会少，减少。对 ，OK。好，那当然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去了解一下关于前列腺癌患者的一位故事，他已经康复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好，很多人说前列腺就好像一粒核桃，前列腺癌的生患者都叫做是核桃勇士。在2017年，我自己也成为了一位核桃勇士。57岁那一年，我去了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发现我的前列腺肿大，建议我做1次的 PSA 血验，结果 result 出来就是6，比一般的4.0还要高。他建议我马上去做活体组织检验，不过我自己不愿意，因为那时候要过年圣诞了，所以我又拖。过了2个月以后，我回去再做1次 PSA test，result 出来升到8，那时候医生就建议我一定要做活体组织检验，结果就确认了我得了前列腺癌。什么是前列腺，我都不知道。前列腺癌是什么？很严重吗？我会活多久？我太多的疑问，不知道要问谁才好。那时候我还在做工，治疗需要多久呢？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真的是很烦躁，真的是无助。医生很快就帮我安排了切除前列腺的手术，幸好癌细胞没有扩散到，所以就不需要做电疗。手术后当然有一点后遗症，所以尿失禁就必须要多做 Kegel exercise 把它控制。康复了之后，我就被安排去 rehab center 做一些复健的运动，把全身的肌肉都锻炼起来。得了这个病之后，我更加了解健康的重要，而且我也知道很多新的病患者都应该跟我一样，发现病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样做才好，所以我就参加了新加坡防癌协会的核桃勇士活动。现在每个星期我都和其他的勇士一起运动、参加活动、讲讨会。我也成为了前列腺癌的大使，用我的经验来帮助新的病患者，鼓励他们，陪他们走过这段很难走的路。
我想跟有前列腺癌的病人说，不用害怕，要听你的泌尿科医生跟肿瘤科医生的意见。就算是要切除前列腺，你也不必担心，你可能会跟我一样健康快乐的活着的。哦，你肯定不会孤单，肯定会有人陪你走完这条路。哇，真的。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你越怕人家知道，越是一种压力，在情绪上面。如果你能够比较大方的跟大家分享了，像这位康复者的话，我觉得会更开心。其实患上前列腺癌不可怕啦，因为我们刚刚有听到他是有做这个切除的手术。是。那当然，除了这个切除手术，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治疗方法吗？近几年来，绝大多数的前列腺手术都是用那个机器人辅助了。动了手术过后，他还有生育能力嘛？切除了这个前列腺过后，耳穴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真的这样贴一贴、按一按就能够增加性功能。哎。除了这个切除手术，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治疗方法吗？OK， 其实不是每个前列腺癌都需要做治疗的。那些比较早期，特别是低级的前列腺癌来说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做观察。因为这一类的前列腺癌，可能它的并发还有生长会非常的缓慢，所以不一定会带来生命的危险。不过我们也要在定期的检查了，以防它有病变，那时候要及时做治疗。如果治疗方法大致上有分2种，第一种是电疗，电疗又分近距离电疗和远距离电疗了。近距离电疗就是把那个有辐射的东西，把它直接放在前列腺里面，往外辐射扩散，对，一般上切除是整个切掉就是把整个前列腺拿出来这个开刀方面的话呢，有不同的方法了。OK， 最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们说的开大刀了，就是从肚脐到阴茎开一个大刀了。OK， 这个的好处就是医生可以把他的手放进那个病人的体内，所以手的灵活性非常的高。对。不过前列腺在盆腔的内部，所以视线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传统的针孔手术来说的话呢，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看到整个前列腺还有那个的位置。OK， 它的坏处呢就是它的灵活性不高而且这个传统的那个内窥镜手术呢，就是用2D 的影像，它没有那个深度。对。所以近几年来，绝大多数的前列腺手术都是用那个机器人辅助了。它结合了开放式手术还有那个传统的针孔手术的优点。也就是说，通过小的伤口，可以把机器人的手放进体内。它影像也是 3D 的这个机器人的手其实非常的灵活，也就是说可以缝得比较密，看得比较精准，对前列腺患者的治疗复原也有好处。OK。如果说做了手术之后，对这个性功能会不会有影响嘞？通常对性功能多多少少会有影响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操作性功能的神经线，它的位置非常靠近那个前列腺。OK。动了手术过后，他还有生育能力嘛？切除了这个前列腺过后，你要自然生育的话，这样就没有可能了因为那个前列腺已经拿出来了。不过因为精子是由睾丸制造的，所以你还可以通过人工受孕来传下一代了。OK。那有没有药物的一种治疗法？如果要用药物治疗，通常已经算是末期，我们叫第4期癌症，就是说那个癌症已经转移到其他的器官。末期才用药物？对，因为扩散以后你没有办法比如扩散到骨头，多处骨头你不可能把那个多处骨头都切出来。OK， 那中医的角度呢，是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第一个选择呢就是口服中药。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呢选择相应的中药来治疗。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说他的那种痰湿比较重，那我们会选择一些化痰祛湿、软结散结的这些中药。那如果说热毒比较盛的话，那主要就是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来。那其实也有临床还有一些实验研究呢，他们发现有一些中药可以杀灭或者说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比如说半枝莲半枝这个半枝莲白花蛇舌草，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灵芝，是这些中药呢都有一些杀灭癌细胞或者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功效，所以可以酌情的使用。对，了解。好，那还有什么方法？除了中药呢，其实针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有些病人术后漏尿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次疗和中疗，那用电来刺激这两个穴位，效果不错。用电，对，就是针灸扎里和同一个电来刺激它，增强它的那个刺激的效果。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耳穴。通常我们说这些癌症的病人，特别是比如说前列腺癌的患者呢，那他会有一些周边的症状，比如说这个人免疫力会降低，或者说有一些人会情绪会低落，严重的话可能就是失眠或者焦虑。那这个时候呢，耳穴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耳穴要怎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就是临床常用的这个耳贴，它是用一个叫王不留行子的一个种子，固定在一个胶布上，我们把它撕下来贴到耳朵相应的穴位上，来起到一个治疗功效。那就最靠近您的了。苏志成，来。通常我们会先把耳朵简单的进行一个消毒。听说这个耳贴也能帮助这个视力，是不是？是，对，只要你选对它的那个穴位，是可以对近视老花，甚至一些白内障都可以都可以，都有帮助就对。对，是。哇，那这个一贴能贴几天呢？贴2天左右吧。我们先捏这个皮脂下大约在这个位置。那粘几个根据病情。这2只耳朵都要粘吗？都要粘，对。这样呢，他自己可以在家里自己按摩，自己按压，有事没事都可以按一下。对，用自己在家里按。3-4分钟，3分钟。3分钟，一个位3分钟。哇，这个真的这样贴一贴，按一按就能够增加性功能吗？有吗？会吗？对，这么按是可以。有一些真的，有一些穴位，比如说肾肝对这些都可以起到一个补肾的功效。哇，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个耳朵的穴位这样按一按有这么多的好处。是的，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讨论对我们这些男性朋友们来是获益匪浅。是，然后我们男人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这珍贵的资产。没错好，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这个林医生还有李医师，谢谢你们2位艺人朋友们，谢谢你们分享。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周见，拜拜，拜拜。